中南海保镖的真实由来，民间传闻的大内高手究竟有多厉害？大家好，我是启明，本期话题中南海保镖。我们最广为人熟知的中南海保镖，自然就是李连杰电影中所出演的角色，但官方并没有专门的中南海保镖一说。虽然说中南海是中央机关的主要办公地，也是主要中央领导的居住场所，但真实的中央机关安保队伍是中央警卫团，最早可追溯到红军井冈山时期的各支警卫部队，并且在1942年我党创建了当时的延安中央警卫团，几经演变，在建国以后形成了如今正式的中央警卫团。这支部队在之后的历史中也曾经专门保护过毛主席、周总理等领袖，甚至被民间称为红色御林军。他们还有一个更加神秘的代号，就是8341部队。如今这支部队已经在2000年之后更名为61889部队，在军事上隶属于总参谋部，也就是现在军改之后的军委联合参谋部，在党务和日常任务管理上却受中央办公厅管辖，不过并不是直接通过军委联合参谋部或中央办公厅去管理的，而是通过其上级的中央警卫局去管理。中央警卫局有因为军务、党务分开管理的缘故，实际是中办警卫局和军委联合参谋部警卫局两块牌子一套人马合二为一的结果。另外，由于其执行中央领导安保任务的性质特点，中央警卫局由挂名在公安部名下，被称为公安部9局。对于外界来说，这些复杂的正式名称很难让人分得清楚，反倒是中南海保镖的称呼显得简单明了。但是具体的来说，同样是执行中央领导人的安保任务，中央警卫局内部依然还是有相应的细分。比如在国家领导人出访过程中贴身护卫的黑衣人，就隶属于中央警卫下属的卫士大队。他们不光在领导人出访出行过程中形影不离，同时也会出现在重大会议的安保现场，但无论出现在哪里，都是一身神秘的黑色西装和小寸头，而且面色冷峻，身手敏捷。这些安保人员则更接近于日常所说的中南海保镖，而他们之所以能够贴身护卫在领导人旁边，都是万里挑一，拥有绝对真功夫的大内高手，选拔过程更是严格。真正的中南海保镖究竟有多能打，还要经历怎么的特殊选拔和训练呢？除了电影中李连杰作为武打影星最精彩的演绎，现实中被称为中南海保镖的中央领导安保人员，实战能力更加出色。这是一段流传甚广中南海保镖与前苏联特种兵进行格斗的视频，其中身材相对瘦小的中国人叫李建文，与之对阵的是前苏联特种兵跆拳道高手热尼亚。这段视频拍摄于80年代末，当时被公派留学的李建文已经是国内拳击搏斗界中的高手，很快在留苏第2年就成为了武术裁判，也正是因此让其遭到了热尼亚的轻视和不满。但是从视频中可以看出，李建文在接受热尼亚的挑战之后，只用了相对轻松的几招，就很快破解了对方的攻势，完全就是碾压式的胜利。不过关于李建文究竟是不是中南海保镖的说法，并没有一个准确的定论。有人说他曾担任过中央领导人的贴身保镖，也有人说他是之前我国总理访俄第一个接见的人，所以被外界误认为是所谓的中南海保镖。不过不管其究竟是不是，中南海保镖给人最普遍的印象就应该是这种散打格斗能力极强的武功高手。事实上，中央警卫也的确都拥有极强的格斗能力，但是擅长擒拿格斗只是他们众多优秀的能力之一。除此之外，还要精通枪支射击、特技驾驶、拆弹排爆以及专业的安保站位队形、反侦查能力，甚至外语和公关能力，主打的就是一个能文能武、多项全能，简直就是王牌中的王牌。但是在各项能力之外，更重要的还是要考察入选人员的政治思想，这一点在毛主席时代就非常重视。如今的中央警备团也是一支对党绝对忠诚、值得信赖的队伍。因为安保毕竟不同于单纯的格斗，除了敏锐的洞察力和敏捷的身手以外，在关键时刻甚至要有能够自我牺牲的气魄，才能更好的保护领导人的安全。而像这些黑衣人出勤都会随手拎着一个扁平的黑色公文包，实际上就是一种类似盾牌的装备，可以提高安保工作中特殊情况下的护卫能力。但最终护卫的结果好坏，重点还是看相关人员的能力。而几乎从来没有出过错的中南海保镖，也是背后选拔和训练过程中付出的汗水换来的。